各位好，欢迎就校现场。法医鉴识人员的工作同执法者以及其他的法律从业员一样，都容不得丝毫的错误。但只要是人做的工作，就有可能犯错。事实上，在我们的生活中，因为专业人士失误导致的冤假错案数不胜数。法医牙科专家的专业技能在刑侦领域格外重要，他们的参与不仅可以帮助警探透过牙科记录找出未知死者的身份，甚至还可以透过牙齿比对技术锁定凶手。但是，一旦他们出现失误，就如同司法体系的任何环节出现失误一样，将带给无辜的人难以想象的灾难。在亚利桑那州凤凰城市中心，酒吧林立。1991年12月29日凌晨1点 ，CBS 8在送走了最后一批客人后准时打烊。酒保和其他的员工在告别了经理金安科纳后，也都各奔东西。这时，离开不久的酒吧老板汉克像往常一样打来电话，确认一切是否正常。毕竟这个行业总是会遇到一些麻烦的客人。金回答一切正常，告诉他不要担心。对汉克来说，金是一位既懂得社交又善于处理麻烦的管理者，是他最信任的人。在确定万事 OK 后，汉克放下电话，放心地回到卧室休息。10几个小时过去了。12月29日临近中午，汉克像平常一样准时来到酒吧准备开店，但还没有走到门口，他就看到大门没有关紧。一般来说，酒吧的员工都会使用后门，方便出入停车场。同时，汉克也清楚地记得，在前夜他离开时曾看到酒保没有关紧大门，为此他还训斥了粗心的酒保，亲自将大门关紧。此时的汉克一身冷汗，他迅速推开大门进入酒吧。酒吧中的陈设一切正常，一些容易失窃的物品，如酒架上的酒以及贩售香烟的柜子依旧如初。走进办公室的汉克看到保险柜没有异样，厨房的陈设也很正常。虚惊一场的他走到酒吧的洗手间，没想到刚要如厕，他就看到了双眼圆睁、躺在地板上不省人事的金安科纳。显然，他已经死了。警方接到汉克的报警后，立即赶到现场，确认金安科纳已经死去了多时。正如汉克所见，酒吧没有遗失任何贵重物品，没有留下打斗痕迹，除了洗手间，其他地方没有留下血迹。另外，这座公共洗手间内存有至少97枚不同人的指模，因此在这方面没有证据价值。金的手袋、钱包和其他随身物品完好无损，凶手的动机成谜。酒吧的台面上放着2瓶打开的科罗娜啤酒。警方在一个杯子和2尊瓶子上均收集到了金的指模，但另外一个杯子却没有指模，因此喝啤酒的人很可能曾戴着手套。警探们在洗手间的垃圾桶中找到了疑似凶器的一支匕首，依旧无法获得指模。随后他们又在厨房的地板上发现了一个可疑的鞋印，相信是因为案发前地板刚刚被拖把拖过，凶手在离开经过时无意间留下来的。鉴定结果显示，鞋印是来自一款尺码9号半的匡威运动鞋，不属于当晚工作过的任何雇员，因此被认定是凶手留下来的。验尸报告显示，金安科纳死于腹部的多处刀伤，凶器被确认就是放在垃圾桶内的那只匕首。金生前遭到性侵，但无法获得凶手的体液证据。他的具体死亡时间是1991年12月29日凌晨1点至2点钟之间。凶案正是在酒吧打烊的1个钟头内发生的。验尸官在金的身上发现了2根不属于他的黑色毛发，同时发现他在案发时穿着的吊带衫曾被人咬穿，在他胸部上方的皮肤上留下了一组明显的齿痕。因为现场没有留下带有明显行凶动机的证据，因此警探们认定凶手可能是认识金安科纳的人，甚至是他的熟人。尤其是留在吧台上的啤酒，预示着凶手在酒吧打烊后依旧可以轻易获得金的信任，可以同他坐在吧台对饮。凶手很可能曾戴着手套，因此没有留下指模证据，说明是有备而来，蓄意杀害了金。警方在金的手袋中找到了一本通讯簿，里面几乎收录了所有同他来往密切的朋友、亲人的电话号码和地址，这给警探们下一步的排查工作带来了便利。经过几天的排查工作后，一位名叫雷克朗的酒吧熟客引起了警探们的注意。时年34岁的雷曾在美国空军飞行队服役，曾是一位空军机师。退役后，他成为美国邮政署凤凰城中心的一名邮差，工作之余经常会光顾 CBS 8。一些酒吧工作人员向警方表示，
雷克朗是一位很有个性的客人，每个人都觉得他难以相处，但金安科纳却对他情有独钟。两人不仅相熟，而且要好，经常会在酒吧卿卿我我。在金的尸检过程中，调查人员拍摄了大量关于齿痕的照片。这些照片显示出凶手左侧的门牙具有独特的咬合特征，因为他的这颗牙齿要比另外一颗门牙以及其他的牙齿都要突出。凶手是一位具有龅牙特征的人。更加巧合的是，一名同金要好的酒吧女雇员告诉警探们，金曾对他们兴奋地提起过他当晚同雷克朗有约，雷会在酒吧打烊时过来接他。但雷克朗却向警方表示，他同金只是君子之交，没有所谓的恋情。在雷克朗看来，金安科纳是一位开朗外向又活泼大方的女人，她的活力四射，很容易让人喜欢上她。即便如此，她同金私下并无来往。雷同时还否认了他同金当晚有约的说法，并向警方提供了案发当夜的时间证人。事实上，雷克朗一直都与一位同事住在一起，这位同事可以证明当夜雷克朗始终在家，没有外出。但警探们在同雷的交谈过程中却注意到，雷的左侧门牙有些外凸。他们开始怀疑金安科纳身上的齿痕可能就是雷造成的。为了证明清白，雷欣然同意了警探们对他的收集齿印的请求。随后，他在一块法医见证专用的发泡胶上留下了他的齿印。与此同时，警方亦走访了其他一些同金安科纳有过来往的男性友人，用相同的方法收集到了数十个不同的齿印。经过仔细的筛选比对，他们只发现了一个人的齿印同位于金安科纳身上的齿印雷同，这个人正是最早被警方怀疑的雷克朗。除此之外，警方相信凶手在啃咬金的时候曾在那件吊带衫上留下了些许口水，但鉴识医员却无法从唾液样本中提取到DNA样本，只能确定唾液是由 O 型血的人留下来的，而雷克朗的血型正是 O 型。1991年12月31日11点58分，雷克朗在家中被全副武装的警察逮捕，罪名为谋杀及性侵。当1992年新年的钟声敲响时，戴着手铐坐在警车中的雷克朗只能从包覆着厚厚铁丝的窗子望向外面五彩斑斓的烟火。此刻的他有些莫名其妙，但更多的感觉则是悲愤。但他转念又想，也许是警方一时抓错了人，也许是一些尚未消化的证据蒙蔽了他们。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是，此刻他认为的临时枷锁只是噩梦的开端。雷克朗被逮捕后，凤凰城所属的马里科帕郡地检署立即对他发起了谋杀罪指控。检控官专门从内华达州请到了一位名叫雷蒙·罗森的法医牙科专家。雷蒙不仅是牙科博士，同时还是内华达州议会参议员，是一位在维加斯司法界和政界都颇有影响力的人物。为了能够坐实雷克朗的罪名，雷蒙博士特意制作了一部用来展示齿痕叠加的影片，试图让陪审团相信一个来自他个人的奇怪理论，即人类的齿痕证据甚至可以精确过人类的指模。就这样，在雷蒙博士精彩绝伦的表演下，马里科帕郡高等法院几乎变成了犹如专制国家的司法衙门一般，强烈的主观性甚至蔓延到了旁听席，最后竟引来了传媒对雷克朗进行了长达数个月的传媒暴力，他更被冠以龅牙杀手的花名。这种未审先判的歪风加上传媒煽风点火后的社会压力，让原本就经验不足的辩方律师彻底哑火。凭借着那个被雷蒙博士认定为无坚不摧的齿痕证据，雷克朗被判罪名成立，最终被判处亚利桑那州最高刑罚死刑。但美国毕竟不是专制国家，即便是偶尔会冒出来几个鼓噪民众头脑发胀的人，在根本制度的约束下，也不会让案件没有丝毫的转弯余地。被判死刑后的雷克朗即刻做足了上诉准备。在亚利桑那州，每一个被判处死刑的案件都会自动转交到州最高法院。说来也怪，当闻名全美牙科界的雷蒙博士制作的那部影片让所有的人都相信雷克朗就是杀害金安科纳的凶手时，亚利桑那州最高法院却以控方没有给予辩方足够的时间在庭审前查看这部影片为由，裁定案件需要重审。为了把握住这次机会，雷克朗在许多对此案持怀疑态度的司法界人士的资助下，请到了经验丰富的著名刑事案大律师克里斯多福·普鲁罗。克里斯旋即雇佣了多位由退休警官、鉴识专家组成的团队开始调查案件。他们首先注意到，警方在案发现场收集到的凶手鞋印尺码是9号半，但雷克朗的尺码却是10号半的。
鉴识人员曾在金安科纳的身上找到了2根不属于他，相信是来自凶手的毛发。经过化验，正是这2根毛发的主人是来自亚洲或美洲原住民人种。随后，克里斯的团队邀请到了美国法医牙科研究院退休院长斯基普博士加入调查小组。在本案第1次审理时，当全美的传媒以及许多愤怒的民众指责拒不认罪的雷克朗时，就曾引来了斯基普博士的关注。他认为受害人身上留下来的齿痕同雷克朗的牙齿模型不能完美的契合在一起。如果将雷克朗的齿模作为物证分为10级，10级为最有力的证据，1级为无效的证据的话，他认为雷是凶手的级数只在3级到4级之间，甚至没有过半。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金安科纳身上的齿痕非常模糊，可供辨识出的牙齿痕迹并不能被调查人员彻底掌握。控方仅凭借这项证据就可以在法庭上肆意妄为，显然是大错特错。为了展示出这项物证模糊的具体证据，斯基普博士用最保守的办法制作出了发泡胶材质的属于雷克朗的牙模。接下来，他将牙模生成的咬痕描绘到了一种透明纸上，最后将记下痕迹的透明纸同金安科纳身上的咬痕照片叠加在一起。尽管透明纸上的齿痕和咬痕照片上的左侧门牙都特别突出，但同时也可以看到金安科纳身上的咬痕门牙有一条更加明显的缝隙，而雷克朗的2颗门牙却紧紧地排列在一起。因此，斯基普博士可以断定受害人金身上的齿痕不是雷克朗造成的。不久后，在第2次庭审中，深得民心的雷蒙博士再次重复了他在第1次庭审时的证词。虽然辩方拥有斯基普博士以及其他3位资深法医牙科专家出庭作证，但似乎是忘记了无罪推定原则的陪审团再一次相信了控方零散的证据和雷蒙博士片面的证言，雷克朗又一次被判有罪。来自舆论和那些不明真相民众的压力显然破坏了陪审员们的理智。就在心灰意冷的雷克朗多年后开始尝试接受无休止的等待行刑的牢狱生活时，一项新法案的通过让案情终于出现了转机。2001年时，亚利桑那州通过了一项允许定罪后继续 DNA 鉴定法案，成为全美最早执行该法案的州份之一。这项法案准许已经被定罪的人士使用最新的技术获取新的证据进行上诉。7号现场的老友们也许还记得，我们先前说过的许多类似悬案都是在这一年出现了转机。雷克朗的辩护团队个个精英，他们当然不会错过这个机会。按照法案赋予的权利，他们申请了重新检测金安科纳遇害时的所有衣物。虽然鉴识人员依旧无法从留在金吊带山上的口水中检测出 DNA 样本，但他们却在牛仔裤上的一处血痕中成功提取到了 DNA 样本。亚利桑那州犯罪检测中心从血迹中检测到了13种不同的遗传标记，均不属于金安科纳和雷克朗，因此这处血迹极有可能是属于真正的凶手。在警方以及州检察长的支持下，血迹 DNA 被送到了收集了全美数百万犯罪者基因讯息的国家 DNA 资料库。接下来，调查人员将样本逐个同资料库中的罪犯讯息进行了比对，最终匹配讯息指向了一个美国印第安人肯尼斯·菲利普斯。时年35岁的肯尼斯当时正因为非礼小童罪在马里科帕郡的麦迪逊惩教中心服刑。他原本就是一个前科累累的人，入狱前生活在凤凰城。金安科纳遇害时，他就住在距离酒吧仅600码的一栋公寓。他的鞋码为9号半，同案发现场的鞋印尺码一致，而留在金安科纳身上的那2根毛发的主人也被证实是属于亚洲或是美洲原住民人种，同他的种族特性一致。当警方提审他时，他立即承认他就是杀害金的凶手，但他描述的过程却让所有的人都感到难以置信。他向警方表示，1991年12月29日中午，当他从宿醉中醒来后，发现自己的身上和双手沾满了血迹。确认自己没有受伤后，他清洗了血迹，然后即刻从电视上看到了金遇害的新闻，才想起了前夜他嗑药喝醉后曾朦胧间闯进了打烊的酒吧。在金安科纳拒绝提供酒吧的服务后，他顿生歹意，但他却记不清从何处拿到了匕首以及完成袭击的过程。他唯一确定自己是凶手的理由仅仅是清醒后发现双手和衣服上的血迹，但法医专家们的证据却可以很好地帮助他回忆起究竟他做过些什么。
他的指模是警方案发后在现场发现的97枚指模中的其中之一，可以证明案发前他到过现场。根据他的表述，案发当夜他穿着的正是一双9号半尺码的匡威运动鞋，同留在厨房地板上的鞋印完全相符。咬痕测试表明他的左侧门牙向前突出，并且2颗门牙间的缝隙明显，同金安科纳身上的咬痕可以完美的契合。至此，杀害金安科纳的真正凶手终落法网，而身陷囹圄10年4个月的雷克朗也终于沉冤得雪。从34岁到45岁，雷克朗为了他没有犯过的罪名，浪费了人生最宝贵的阶段。在其中的大部分时间里，雷只是在等待着死刑，并不能确定自己究竟还会不会有被洗刷冤屈的一天。这无疑是最让他难以忍受的煎熬。为了纪念自己重获自由，他在自己的左胸靠近心脏的皮肤上留下了一个刺青，那是一只重获自由并在展翅飞翔的小鸟。小鸟的下方写着他重获新生的那一天。作为一名先前饱受尊敬的法医牙科专家，雷蒙·罗森博士因此案声誉扫地。身为专业人士，雷蒙仅仅是进行了自己的主观分析，就利用传媒鼓噪民众，制造了一项自认为可以让自己名声大噪的证据。事实上，作为经验丰富的牙科专家，他十分清楚齿痕作为证据断案极不严谨，但他却从来没有提醒过对齿痕分析不具备专业知识的陪审团。雷克朗上诉得知后，美国以及很多英美法系国家纷纷修例，采纳齿痕作为证据的标准。多数建议齿痕比对仅能够作为执法机构用来排除嫌疑人，而不是圈定嫌疑人的一项法证技术。呈堂时也仅能够作为旁证。2009年时，美国国家科学院对齿痕比对鉴识技术做出了进一步的检讨，因为产生齿痕时的不确定因素，这包括了不同人群的咬肌力量、牙齿坚硬程度、受理方不同的皮肤弹性等，都可以影响到客观的判断结果。所以将齿痕比对技术分类到了无法确定标准性的正误标准，意味着齿痕比对技术在法医鉴识领域的进一步式微。雷克朗方案的关键人物斯基普博士，在1990年代中期的一次全美法医牙科研讨会上曾遇到过雷蒙博士。据他所讲，雷蒙在交谈中向他承认了他一早就认识到了齿痕比对结果发生了错误。泥足深陷的他表示，错了就是错了，我无法回头，只能继续下去。虽然雷蒙始终否认他曾对斯基普博士说出过这样的话，但如果将他的这席话同他在庭上伶牙俐齿的表现结合在一起的话，却真的会让人感到不寒而栗。每个人都会犯错，但科学不会出错，只有那些被抹灭良心的人绑架的科学才会铸成大错。